作为巡航导弹界的活化石，精确打击的代名词，美军战斧式巡航导弹40年来，它的每一次发射都代表着美军的意志。从沙漠风暴的漫天火光，再到对叙利亚的外科手术，战斧所到之处皆为电狱焦土。可就是这么一款服役了近半个世纪的大杀器，最近却成了一枚搅动全球棋局的敏感棋子，一枚悬而未决的政治炸弹。就在2025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句表态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汗。他亲口承认，关于是否要将这款能直捣莫斯科的战略武器交给乌克兰的问题，他差不多已经有了决定。那么问题来了，这款被誉为战区手术刀的导弹，一旦被投入到血腥的乌克兰绞肉机中，究竟是会成为终结战争的决战兵器，还是说它将成为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彻底引爆一场无法挽回的全面冲突？而在这场围绕战斧的全球博弈中，美国人究竟布下了一张怎样的大网？特朗普的那句差不多，恐怕背后另有玄机。要想了解这其中的关键，我们必须先像拆解手表一样，把美国对乌援助的逻辑拆开来看。而这其中的核心就在于可控升级。那么什么是可控升级？火力军就以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行动为例，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援助乌克兰对于美国来说从来不是一场慈善，而是一次精准的风险投资。从最初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到后来的海马斯火箭炮，再到射程300公里的 ATACMS， 也就是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细看下来，美国的每一步都在一步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这就是所谓的可控升级。美国呢，就像是在一条红线上跳舞，这条红线就是避免引发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冲突风险，它都在背后进行把控。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就是这条红线下的产物，它被设计成一个战区毁灭者，携带的集束弹药一炸就是一大片，专门用来清理机场、后勤节点和集结的部队。它的任务是瘫痪俄军在占领区的作战体系，本质上是一把战术手术刀，切的就是俄罗斯伸出来的四肢。但如今美国试探性抛出的战斧导弹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生物。首先是射程的绝对碾压，我们打开地图就能看到，一旦战斧部署在乌克兰北部，那么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莫斯科周边的战略空军基地，甚至是俄海军北方舰队在摩尔曼斯克的潜艇洞库，理论上都在其打击范围之内。这可不再是断手断脚致残打击，而是直接把枪口抵在了俄罗斯的太阳穴上。其次是突防能力的代差， ATACMS 本质上是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轨迹相对固定，虽然速度快，但仍有可能被 S-400 这类先进防空系统拦截。而战斧是会思考的杀手，它能以不到100米的高度贴着地球曲率和复杂地形飞行，通过预设的航路点像一条毒蛇一样绕开所有已知的雷达站和防空阵地。这种低空渗透能力让俄罗斯庞大的防空网络很可能在它面前形同虚设。最后是政治象征的引爆性， ATACMS 的打击可以被俄罗斯解释为前线战术冲突，但如果一枚印着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飞越数百公里，最终在莫斯科附近爆炸，这在政治上将被视为北约对俄罗斯本土的直接攻击。这触碰的是核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战略底线，普京就算不想反击，也会被国内的鹰派压力推向一个没有退路的墙角。看懂了这3点，你就能明白，美国援助乌克兰战斧已经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战争授权的问题。它等于把决定战争是否失控的扳机交到了基辅手上，这是白宫绝对无法接受的，也是特朗普一直不能明确态度的原因。一种更隐蔽、更致命的策略浮出水面，这就是被军事分析家称为情报打击复合体的代理战争 2.0 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角色分工，美国提供情报和指令，乌克兰则负责扣动扳机。具体怎么操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美国的天基侦察卫星、全球鹰无人机以及部署在黑海和北约东翼的24-135侦察机会24小时不间断地扫描俄罗斯纵深，他们负责找出那些高价值目标，比如哪座炼油厂正在满负荷运转，哪个弹药库刚刚堆满了物资，哪条铁路是补给的关键节点。然后这些海量的数据会被传送到后方的分析中心，由 AI 和情报分析师进行处理，筛选出最具打击价值和防御最薄弱的目标，并规划出最优的攻击路径。最后，这个包含了精确坐标、目标特征，甚至最佳攻击时间的压缩包，会通过加密数据链直接发送给乌克兰军方。乌军需要做的只是将这些数据输到他们自己的海王星魔改导弹或是远程无人机里，然后按下发射按钮。这一招的毒辣之处在于，它在物理上切断了美国与攻击这个动作的直接联系，
飞向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导弹，但赋予这枚导弹目标和威力的却是美国的整个情报体系。俄罗斯对此心知肚明，却又哑巴吃黄连，因为它无法击落美国在国际空域飞行的侦察机，更无法攻击美国的卫星。这种合法的情报支援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绞索，正在缓慢地勒紧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而通过观察俄罗斯对这类打击的反应，美国也得以用最低的风险一点点摸清了对方的真实底线。这才是特朗普那句“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怎么用”的真正含义。他需要确定的是，这种代理打击的模式是否已经将俄罗斯的底牌试探清楚，以及现在是否到了亲自下场扔出战斧这枚终极王牌的时刻。就在白宫对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斧而反复拉扯时，世界的另一头，一场围绕着战斧导弹的派对却早已开始。但要想看懂这场派对的规格有多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它的主角战斧究竟是个怎样的狠角色。战斧导弹学名 BGM-109， 它是一种长航程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导弹。这个定义听起来平平无奇，但每一个词背后都隐藏着杀机。除此之外，单看它的尺寸就极具欺骗性。一枚战斧导弹长约 6.2 米，直径仅半米多，看上去就像一根加粗的电线杆。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躯壳里，塞进了一台威廉姆斯 F107 涡扇发动机和一个重达450公斤的战斗部，能让它以880公里的时速飞行超过1600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从大陆的上海直接攻击日本东京。而它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极高的生存能力。战斧的飞行高度可以低至15米，几乎是贴着海面或地面掠过。配合其内置的地形匹配导航系统，它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不断比对预存的地形数据，规划出最隐蔽的飞行路线，精准的在山谷和丘陵间穿行，完美避开敌方的雷达搜索。正因如此，它的战绩堪称传奇。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战斧的封神之战，在沙漠风暴行动的第一夜，美军的军舰和潜艇在数百公里外连续发射了上百枚战斧。这些导弹比 F-17 隐形战斗机更早抵达巴格达上空，像一枚精确制导的铁鸟，精准地摧毁了伊拉克的电力中心、防空指挥部和通信枢纽。在空袭主力还没到达之前，萨达姆的战争机器就已经被打瞎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变成了一个又聋又瞎的巨人。据统计，从诞生至今，已有超过2300枚战斧被投入实战。它几乎参与冷战后美国所有的军事行动，成为了现代战争中突防的代名词。而今天，这个俱乐部成员们拿到的最新型号 Block V， 更是完成了一次究极进化。Block V 不再是单纯的对地攻击导弹，其中的 Block VA 型号加装了全新的多模导引头，获得了强大的反舰能力。这意味着它不仅能打固定目标，还能在大洋之上主动搜索并攻击移动的航母战斗群。一枚亚音速能超低空掠海突防且射程上千公里的反舰导弹，这是任何一支现代海军都无法忽视的噩梦。而 Block VB 型号则换装了更具威力的联合多效能弹头，而这种弹头既能大范围杀伤软目标，又能钻地攻击加固机堡、地下指挥所等硬目标，一弹多能，让指挥官的选择变得更加灵活。现在火力军觉得大家应该能理解战斧的分量了，它是一款身经百战、技术成熟且仍在不断升级的战场多面手。搞懂了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的战斧俱乐部，你就会明白这张入场券的含金量有多高。如果说对乌克兰援助战斧是在画红线，那么向这些盟友出售战斧就是在画圈子。能进入这个圈子的，才算是美国印太战略和欧洲防线上最值得信赖的合伙人。在这其中，首先登场的是南半球的新玩家澳大利亚。2024年底，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霍巴特级驱逐舰一声令下，一枚战斧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成为继美英之后全球第3个能从军舰上发射战斧的国家。他们斥资8.3亿美元采购了超过200枚最新型号的 Block V 战斧，这笔巨额投资瞬间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打击半径从几百公里延伸到了上千公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长臂。紧接着是野心勃勃的日本，东京政府的动作更是震惊了整个东亚，他们直接拍板要采购400枚战斧导弹，并且决定从2025财年开始就提前部署。注意提前这个词，它透露出的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焦虑感。这400枚战斧将装备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上，其目的也毫不掩饰，就是要获得对敌方基地进行打击的反击能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标志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国策正在被彻底颠覆。而在欧洲，老牌海上强国荷兰也在2025年3月成功完成了首次战斧试射，他们的护卫舰和潜艇将成为北约在大西洋和波罗的海方向一把指向俄罗斯侧翼的锋利长矛。
如果说海基战俘的扩散是在织一张海上包围网，那么陆基战俘的回归则是在关键节点切入的一颗颗钉子。美国陆军正在通过一种名为多域特遣队的新编制，将战俘重新搬回陆地，而这些特遣队被分别部署在了德国和夏威夷，一个剑指欧洲东翼的俄罗斯，另一个则瞄准了广阔的西太平洋。这标志着冷战结束后被束之高阁的陆基中程导弹正在以一种更灵活、更致命的方式重回大国博弈的前沿。更关键的是，这些俱乐部新成员拿到的全都是最新升级的 Block V 版本。这个版本的战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对地攻击导弹，其中的 VA 型号具备了强大的反舰能力，能在大洋之上对敌方的航母战斗群构成致命威胁。而 VB 型号则换装了更具威力的联合多效能弹头，能打击加固机堡、地下指挥所等更多样化的目标。所以你看，这张由战斧导弹构建起来的网络，其意义已经远超武器本身。它正在将美国的盟友体系从过去共同防御的盾牌联盟转变为一个共同打击的利剑同盟。所有成员国使用着相同的武器、相同的数据链、相同的作战逻辑，最终都将被无缝整合进美军的全球指挥控制系统之中。这才是战斧俱乐部背后真正的图谋。当战斧俱乐部的会员们正在狂欢时，有一个地方却无可奈何地被排除在外，就是台湾。面对自身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台湾对远程打击能力的需求可以说比战斧俱乐部里任何一个成员都要更加迫切。但吊诡的是，这么多年来，台湾当局甚至从未正式向美国提出过采购战斧的请求。为什么？难道是不想要吗？当然不是，答案藏在美国画下的一条看不见的禁区里。这条禁区首先是法律和政治上的。美国作为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主要缔造者，对出口射程超过300公里、载荷超过500公斤的导弹系统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虽然对盟友可以有例外，但将战斧这种具备深度战略进攻能力的武器直接部署在台湾岛上，这在美国看来很容易彻底打破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在美国应对欧洲和中东事务的时候，在太平洋地区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被拒之门外不代表坐以待毙，台湾人决定既然买不来，那就自己造。于是一条艰难的本土破局之路就此展开。台湾的工程师们拿出的第一个答案是一款被称为雄升的地对地巡航导弹，也就是增程型的雄风2E。就在最近，台湾军方罕见的证实，这款射程号称达到1200公里的台版战斧已经进入了批量生产阶段，装备数量超过100枚。从技术上看，雄升导弹可以说是摸着战斧过河的优等生，它同样采用了涡扇发动机，同样具备低空突防能力。更关键的是，它也攻克了类似战斧的地形匹配导航系统。但如果说雄升是对战斧的模仿和追赶，那么另一款更神秘的武器则代表了台湾在非对称威慑上的雄心，这就是云峰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项目曾一度因为美国的持续施压和技术瓶颈而被外界认为早已下马，但最新的情报显示，云峰项目不仅已经重启，而且很可能已经小批量生产。云峰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的速度和射程，它采用了固体火箭助推和冲压发动机，能以超过3倍音速的速度攻击远在1500公里甚至2000公里外的目标。而超音速带来的突防能力是亚音速的战斧所无法比拟的。当防御方还在艰难的探测和跟踪时，它可能早已完成攻击。所以你看，台湾的这条路走得非常清晰，用量产的雄升导弹构建起一道可靠的反击火力网，实现战术上的威慑。同时，用技术更先进、威慑力更强的云峰导弹作为一张不对称的底牌，对战区核心战略目标形成潜在威胁，实现战略上的平衡。这就是在战斧缺席的困境下，台湾找到的破局之道。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锻造出了一把利刃。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特朗普所说的差不多的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战斧最终被送往乌克兰，它将无疑成为一枚重磅炸弹，彻底改变俄乌战场的游戏规则。俄罗斯在前线后方数百公里的所有高价值目标都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或许能迫使克里姆林宫重新评估战争的成本，甚至回到谈判桌前。但福西或索福，这场冒险的另一面，则会是谁都无法预知的危险。当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安全受到直接威胁时，谁也无法保证普京不会按下那颗更具毁灭性的红色按钮。而放眼全球，战斧俱乐部的扩张则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一圈圈散开。它就是一张核心盟友的身份认证。日本的反击能力，澳大利亚的战略长臂，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刺激到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开启一场新的更高技术水平的军备竞赛。而在这盘大棋的背后，是美国人那份从未改变的战略盘算。
通过代理打击，他在欧洲用最低的成本持续消耗着头号战略对手的国力。通过俱乐部扩员，他在印太和欧洲将盟友的军事力量牢牢绑定在自己的战车上，构建起一个由他主导的可互操作的全球打击网络。而通过对台湾的技术禁区，他又为自己保留了足够的战略模糊空间，确保自己能始终掌握着地区冲突的阀门。战斧就像是美国手中一把精巧的手术刀，给谁用、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都经过了美国的算计。至于战斧俱乐部是否还会有新的成员，这也是火力军未来关注的问题。好了，关于战斧原屋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除了战斧，你还知道哪些能挑起俄罗斯敏感神经的武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